眼前这个女孩能够看见别人的死亡倒计时，所以她每天出门都戴着墨镜。一个小女孩碰到她，墨镜掉在地上，她弯腰去捡，刚好看见那人腿上的生命倒计时只剩1分3秒。她抬头一看，发现是个小女孩。她想叫住小孩，可小孩已经走远。这时一辆卡车正好往这边开来，她立刻冲到女孩面前，想要阻止这场意外。可是当卡车停下时，女孩还是遭遇了意外。只见女孩紧紧掐着自己的喉咙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。她的生命倒数还剩13秒。女孩明白这也许就是她的命运。当时间归零时，小孩终究没能避开厄运，一群人只能为这个女孩感到遗憾。可突然间，女孩看到自己手腕上的生命倒数仅剩167天，不到半年的时间。虽然不知道自己会以何种方式离世，她还是立下遗嘱，把存折留给妈妈。虽然钱不多，但全都留给了母亲。但她不服气，因为她最大的梦想还未实现。于是她戴上墨镜，决定以最好的心态去追寻音乐梦。而今天刚好是初选，她外出时却忘了看黄历。天空中飘着张纸片，车里的男人看得出神，得知男人有幻想症，一阵急促的喇叭声将他惊醒。他迅速挂档，刚好撞上路过的米卡。男人扫了一眼后视镜，又急忙下车。米卡也不扭捏，自己站了起来。男人一开口就骂：走路不讲安全吗？躲都不会吗？米卡听了特别不爽，开车避人是基本常识吧？又开始幻想了，你不会是知道我是富二代，特意找上我的吧？麦卡哭笑不得，财阀公子又怎样？我不稀罕。可看他一瘸一拐的样子，幻想症的财阀最终下定了决心。他玩了个强硬手段，直接让护士用轮椅推女孩进去。好不容易检查完，出来的时候却下雨了。财阀表示任务完成，准备离开。米卡气得不行，我的时间可是精打细算。果然，财阀刚上车，米卡就跟上了，不客气地坐进他的车，扬言要他负责。女孩醒来发现自己在陌生地方，看到墙上挂着男人的衣服，她立刻检查内衣，幸好还在。然后她走出房间，竟然是一座大别墅。她明明记得遇到一个财阀，因为她海选快迟到，所以她厚脸皮让那个富豪带她去现场。轮到她表演时，富豪忍不住感叹这演技太差，但女孩沉浸在自己的表演中。等她演完后，导演果然有话要说，明明是爱情片，但你完全演不出感情，难道是从来没谈过恋爱吗？被导演一眼看穿，导演当场给了结果，让她回家学会投入感情后再来。女孩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，她请求导演给一次机会，她不想等下次。导演露出一丝邪笑，说可以给她机会，要求她在场找一位男生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请感情投入的诱惑她一下，给你30秒的时间。女孩快速环顾一下不多的人，最后她锁定了送她来的富豪，然后她快步跑向那个富豪。富豪下意识回头看，才发现女孩把他当成了目标。我喜欢你。虽然知道是假的，但富豪心里还是不由一震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女孩竟主动凑上来，吻了他。我的天哪，他们才认识不到1小时啊！虽然女孩看起来挺认真，但是财阀立刻推开她。你干啥？疯了吧？这话直接断了女孩的第2次机会。导演果然开口了，勇气和热情不错，但是不一定要靠亲吻去表达，急于求成反倒失败。他却不知道亲吻的作用如此强大。就在财阀回家打开冰箱时，吓得连连往后退。女孩竟出现在冰箱里，然后慢慢走向他。你想干什么？女孩的脸又靠近了。财阀以为又要被亲，吓得立刻惊醒。财阀只得半夜跑步来缓解莫名其妙的梦。这时他突然看到泳池，一个女孩在胡言乱语。仔细一看，真是怕啥来啥。第1次意外事故，第2次莫名被吻，第3次泳池相遇，全发生在今天。米卡认出了面前的财阀，他虽有些醉意，但还是对财阀说：第1次是你先撞的我，这样我们就扯平了。女孩突然一个踉跄，财阀扶住她，问这次是不是又欠她1次。不知女孩是真困还是装困，直接靠在他胸前睡着了。这就是故事的开头。
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在陌生人的床上，像是突然清醒了一样，责怪自己笨得像榆木疙瘩，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带到床上。他只好悄悄地逃走，当成是做了场梦，过去就算了，却没想到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。女孩突然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，因为她看到手臂上跳动的数字，这正是她生命倒计时的开始。看着存折所剩无几，她决定在剩下的日子多赚点钱给家人。于是她开始陪有钱人潜水，她没想到会遇到她最不想见到的人。果然，她在整理东西时被一只爪子拉走了。女孩没想到这要巧，男人问她睡了她的床怎么不辞而别，女孩立马表示真不知道那是你的房间，所以我先道个歉。男人显然很不爽，问她昨晚你不记得了？天晓得，昨晚喝醉了，居然对陌生男人发酒疯，还傻乎乎的被带进房间，借着酒劲他胆子特大，不顾形象的唱两只小蜜蜂，现在打死他也不承认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丢脸的事呢？所以您肯定是记错了。那男的问他要不要我来唱两只小蜜蜂给你回忆一下。这时有人正好叫他走，正好让他摆脱这困境，可他不知道借的终究要还的。这次他的服务对象正是这些富二代们，他们迅速穿好潜水装备，然后扑通一声跳入了水中。富二代们开始享受海底世界。一开始大家在女孩的带领下说很 OK， 玩了一圈准备上岸时，却没人发现有人掉队了。这个时候才有人注意到李道和还没上来，大家有点慌了，看着水里没啥动静，女孩感觉有点不对，戴上眼镜直接跳入海中去寻找，朝刚才的位置游去，正好看到道和快撑不住的样子，而道和也看到有人向他游来，他本能的伸手去抓住女孩，他没想到这一抓竟让女孩做了重大发现。当女孩拉着道和上岸时，突然发现手臂上的倒计时竟然停了。此时他完全忘了自己还在水中，只顾盯着他的生命倒计时。突然氧气池泄漏，两人被冲散。他一醒来发现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立刻想到那个倒计时，发现还在继续。他忍不住嘲笑自己，觉得刚才只是做了个梦。可此时他发觉时间流动变慢，甚至停了。忽然门开了，女孩定睛一看，才意识到这不是梦，但越想越觉得怪怪的。于是他想要找道和的生命倒计时，却发现根本不存在。接着他想到了一个结论，难道他已经死了？不然时钟怎么会停呢？于是他赶紧跑出去，想确认这是不是阎王府。他的时钟竟然重新开始跳动，但很快又停了下来。他望向正走过来的道和，紧张地问对方是谁。男人反问道，不想承认霸占我床，就装失忆。可女孩只关心他生命的倒计时，他确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。但道和觉得女孩越来越怪，于是让秘书帮他检查脑子。女孩却异常激动，她终于找到生的希望。女孩万万没想到，她本来只剩100天寿命，却发现和那个男人在一起时，时间竟然停止了。测试后了解到，只要这个男人靠近她，这种情况就会发生。她告诉闺蜜自己发现了个大财主。闺蜜听了兴奋的不行，说如果你待在他身边，你就不用那么早去见阎王了。可米卡纠结，对方可是个财阀。闺蜜立刻加油打气，要是为了生存，皇帝都得拿下呀，而且我会全力帮你。谁知闺蜜的全力相助让她尴尬到想钻地洞。为了接近财阀，米卡假装在雨中偶遇，然后露出一副讨好的笑容。可财阀反问他上次受伤没伤到脑子吧？米卡抓住机会立刻表白，我喜欢你，可不行，别急功近利啊。这下搞尴尬了，但这完全不会影响他的动力。他盯着财阀的一举一动，他肯定离财阀5米以内，他的命就会停止倒数。虽然只见过几次，他坚定要得到这个男人。于是他经常出现在财阀面前，趁机再靠近他，随后就开始秀刚学的性感动作，结果对方完全无动于衷。为了活下去，他硬着头皮继续贴近，竟然直接表白说爱上你了。可富豪认为这女孩有问题，站起来就走。没想到米卡一口闷了酒，可能是为了壮胆，富豪也搞不清他要干嘛。女孩果然闭上眼，
微抬下巴，暗示可以亲了。等了一会儿见没动静，他睁开眼睛，下一秒他竟被人抬了出去。这次又失败了。他没料到这财阀患有罕见病症，他一感到不安，所有东西都会变成不同形态。好端端的吊灯突然就掉了下来。此时他必须努力平复情绪，才能让眼前的事物恢复正常。这就是常说的幻想症。当财阀在锻炼时，突然发现女孩出现在他身后，可他一回头却什么也没有。此时他开始感到不安，然后看到秘书的样子像极了米卡，他知道自己的幻想症又发作了。于是他立即请溥医生到家中诊治。根据财阀的描述，医生这次居然发现了大问题，仪器检查的心跳完全与症状无关。财阀让他用通俗的说法解释。医生提醒他，你试着去战胜这种状态，也就是说畏惧什么就面对什么，或许你就能找到答案。晚上，女孩再一次顽固地挡住了财阀的车。财阀默默好奇，你怎么总在我身边徘徊？米卡总不能直说，你能帮我停止生命倒计时吗？你真的喜欢我吗？我需要你。财阀搞不懂需要是什么意思，但我要说明白，我不像其他有心机的财阀，所以你搞错人了。女孩猛地拉住他，无助地吐出3个字，真的需要。就在两人尴尬之际，一群小混混找上门来，米卡更尴尬了。女孩明明命不久矣，不到100天能活，可她此刻却异常开心，甚至在车内唱歌。没想到靠自己的坚持，她终于拿下了眼前的男人，毕竟他对她的生死至关重要。果然，她看到手臂上的倒计时停止了，她明白男人来了。果然男人死死地盯着她，然后她迅速投入工作，给守护神开了门。天知道昨晚她还厚脸皮地黏着他，我在向这个男人表白来着，但他完全无动于衷。突然3个混混出现了，男人脸上瞬间写满要打架的意思。那3人被他的气场镇住了，男人只是点点头，他们就被送进了警局。可米卡翻手机时，才发现是闺蜜帮的她。原来财阀特别胆小，他专门找了3个人做跑龙套，结果上演美人救英雄时，米卡根本没看见闺蜜的信息。这样一来，当场就被几人揭穿了。可新上任的警务员就是个硬脾气，非要当事人来解决事情才能走。等得太久，米卡困得直接倒在财阀肩膀上睡着了，还紧紧抓着他的衣服，嘴里嘟囔着让他别走。不知道怎么的，财阀想起米卡拼命在海里救他的场景，他下意识地抓住了米卡的手。他告诉自己，只是为了报答救命恩情，暂时让他留在身边而已。然而这个借口却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其实米卡的愿望很简单，他只希望生存的倒计时能稍微延长几天。于是他不停地感谢财阀给他当司机的机会。财阀心里嘀咕，这年代女孩真容易满足。不过米卡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神色严肃地问财阀身体是否健康。财阀好奇为什么他关心自己的健康，米卡马上解释，因为你是我老板，这直接关系到我能干多久的工作。谁知道财阀明天会不会出事，那他也可能很快丢掉工作。所以他特别嘱咐财阀要保重身体，不要忘记定期体检，也别做危险运动，记住了吗？可听到财阀心里就砰砰直跳。刚到公司就有人叫住他，然后夸他声音很有魅力。米卡激动坏了，毕竟这是他刚去试镜的导演，他不停地感谢导演。可是财阀看着却很不高兴。第一次被导演夸奖，米卡忍不住偷偷高兴，但不知怎么，财阀心里总觉得不痛快。随后他将气撒在壁画上，让秘书将墙上的画换一张。司机问，你是掐准了时间吗？这3个月怎么总是新鲜劲过去？这句话当时让财阀产生了新的主意，意思是对某人看腻了也会觉得烦。晚上米卡开始按他的要求倒着走路，米卡搞不清这是啥意思，但财阀明面上是好的，倒着走对身体有益，实际上他只是看厌了米卡，不想再多关注他。突然米卡一个没站稳，被财阀一把拉住，这一下却出了大事。时间本来静止了，却在这一刻延长了。米卡也发现了他的生命倒计时有异常，他现在顾不得尴尬了，因为他彻底懵了。女孩子千万别给富豪当司机，
谁知道富豪背后的女人有多厉害？那女人的眼神让女孩不由得心虚，但其实财阀比她还心虚。经验丰富的未婚妻当然察觉到两人有问题，于是从反光镜细细打量女孩，果然认出了她正是前阵子陪财阀去潜水的米卡。搞半天他们那时就认识了。第二天，未婚妻跑来公司找米卡，特地支走了秘书，显然有备而来。果然，未婚妻拿出名牌丝巾说是特地给他的，接着又拿出双红鞋子问他喜不喜欢，但是喜欢不喜欢得看合不合脚，明显鞋码不对啊。接着他随手一丢，然后把鞋子脱下来给了米卡。米卡不明白他的意思。未婚妻说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买，但别打扰我未婚夫，因为昨晚他作为司机被富豪告知可以下班了，但未婚妻坚持要请他吃饭，理由是感谢他上次潜水救了我的未婚夫。尽管米卡表示不用，却被未婚妻打断，怎么不领情呢？无奈他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没想到未婚妻递来一张大钞，吃完后自己结账，挑贵的点不要客气。财阀见状，再让米卡先下班吧。米卡却打断他，接过未婚妻递的大票。财阀心里开心极了，但吃饭期间，财阀老是瞄一眼角落里的米卡。等未婚妻去洗手间，财阀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快跑到米卡那，一把他拉了出来，问他到底有没有尊严。吃饭有什么尊严不尊严的？我没法接受自己喜欢的人这样。此话一出，女孩手上的生命倒计时快速增加，而此时财阀已经无法收手。恭喜你，你已经顺利住进我心里。自从上次你在电影院偷偷抓我手，我的心就乱跳个不停。没想到米卡只是想测试手臂上的生命钟，是因为香音触摸它而增加。可他不知道，男人真不是好惹的主儿。果然下一秒，财阀就夺走了他嘴里的半块饼干。让米卡意外的是，一向沉稳的财阀竟然这么冲动，更没想到这回他更疯狂，直接说他现在只想每天抱着你，亲你，吻你，和你一起睡觉。也就是这两个人的这一幕，未婚妻也看见了这一幕。毫不知情的财阀还在问米卡有没有和他一个看法，要是没有，立刻转身走人。面对这样的直白告白，米卡脑子转得飞快。回去后，财阀懊悔不已，当时自己是疯了吗？怎么会说出这样没脸的话？难怪米卡会二话不说地转身离开。为了平静心情，他努力克制自己，但此时他根本无法冷静下来，于是他只能求助他的医生朋友。本来只想检查下幻想症是否加重，谁知等着他的竟是一场灾难。女孩只是乘电梯，却意外发现前面的男人肩膀上有一串跳动的数字，但这对她来说早已习以为常。可她忽然瞪大了眼睛，明明刚才预示还有54年寿命，一瞬间却只剩6分钟。女孩知道男子可能会意外死亡，她想慢慢接近他，提醒他小心。可见他情绪好像很糟。果然，他去找了心理医生，一开始就问医生为什么不给他多开些安眠药。医生听后让他去外面等。男子有点生气，立刻掏出随身带的刀。医生让他冷静，但男子已经冲向他。这时米卡赶到现场，财阀以为米卡是来找他的，就使眼色让他快出去。但米卡拼命关上门，因为他知道男人时日无多了。男子怒骂医生，你开的安眠药太少，我半夜老醒，我老婆受不了要离婚。医生提醒他，那药不能多吃，很危险。可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，现在一个人无所畏惧了。米卡见状劝他冷静，但男子几近崩溃，甚至开始扑向米卡，毫不犹豫地帮米卡挡刀。男子侥幸脱险，财阀却重伤。米卡内疚不已，财阀反而担心他是否受伤，却被米卡拒绝靠近。接着米卡坦白，他能看到他人生命倒计时，正因如此，他才救了刚刚濒死的大叔。而我的生命倒数因你暂停了，为了活命，我正在利用你。没想到财阀慢慢接近他，说他就喜欢被利用。米卡知道财阀并不信他，但不管怎样，他救了大叔，也救了自己的家。这时两人在医院走廊看到一老头抢小女孩的巧克力，于是他走到女孩身边，
他用发夹和女孩换巧克力给大爷，小女孩才答应送出巧克力，然后开心的谢谢大姐送的发夹。可财阀不理解，看到大爷很满足的样子，米卡非常高兴。财阀好奇地问为什么要帮自私的人。米卡说，因为大爷只剩24小时可活，而我还有87天寿命，也就是说我已经快死了，你还会依旧喜欢我吗？财阀被他的认真模样吓到了。晚上他叫来秘书，让他调一下监控，留意一下那个痴呆老头，明天下午把他的情况告诉我。很快到了第二天下午，秘书带着严肃的表情找来了。财阀问他是那痴呆老头的情况吗？果然从秘书那听说老头死了。他此刻确信米卡没有撒谎，于是他找到了米卡，请米卡算算他的寿命。米卡却说早看过了，我甚至偷偷在游泳池看过你，除了你的隐私部位，确实没有。你真的看清楚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财阀让他马上回家准备行李，白天我们在公司，晚上我们住一起解决倒计时的问题。同居。米卡无奈，我看起来是随便的人吗？但一想到自己小命，这办法行得通。奶奶被车撞了，手背上出现一串数字在跳动，女孩不懂这数字代表什么，但当数字归零时，奶奶当场去世。从那时起，女孩能看见所有人生命的倒计时，唯独看不到自己的。但有一天长大后，她竟看见了自己的倒计时。遗憾的是，她命不久矣。为了活下去，她整理行李，又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妥？因她只剩86天可活，她清楚这是唯一能续命的办法。她的生死全靠财阀道和。然而，财阀对她的床动了歪脑筋。他把床靠近墙边，而墙那边就是米卡。然后他紧张地给米卡打电话，解释说：“我把床挪近你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想让你的生命时钟停下来。”米卡却笑了笑，真没想到一个大男人能这么细心。不过还是感谢他居然信了他，让我能留在你身边。两人隔着一堵墙入睡。正如他发现的那个 bug， 他的生命倒计时确实停了。可第二天一早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寿命居然增加了。虽然感觉很迷糊，但他很满意这个结果。隔壁的富豪似乎睡得相当安稳。米卡看到寿命突然多了7小时，他忍不住开心。正巧被走过来的富豪看见，他问他一个人在乐什么，是不是昨晚偷偷跑他房间去了？因为他整个晚上都觉得背上有股压力，仿佛背后被人抱着。米卡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梦游去了对方房间，导致自己的时间增加吗？但他死活不肯承认。我睡觉从不瞎折腾，肯定是你自己在做梦。这让财阀怀疑自己的幻想症又加重了。接着，司机米卡跟着财阀进公司。刚进电梯，米卡发现自己的生命倒计时又增加了，让他更加困惑。这时，财阀脖子上竟然出现了跳动的数字，这让米卡非常震惊，因为他一直找不到他的倒计时。等米卡仔细再看时，他却消失了。但米卡确定自己刚才看到了，于是他在财阀的脖子上不停翻找，太专注了，完全忘了他们在电梯里。门外的帅哥正盯着看，请站着别动，让我仔细看看。不好意思。米卡快速拉开和财阀的距离。黄毛忍不住笑了。米卡迅速为自己辩解，眼见未必为真，他的衣服上好像有只蟑螂，我只是帮他拿掉。黄毛回头看了看财阀，他也配合了。黄毛一脸不相信的样子，看到米卡费劲儿解释小强逃跑的样子，财阀差点笑破肚皮。在卫生间里，米卡叮嘱自己，不管现在怎么样，他只想用有限的时间追梦。但他不知道，等待他的不是梦想，而是时间的飞逝。得知未婚夫开始动摇，未婚妻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，一个精致的女人站在了他面前。果然，我看得出财阀目不转睛。米卡也察觉到财阀的不妥，他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表，时针不仅没停，反而转得更快了。女孩一回家，立刻开始搓洗手臂上的污渍，可是无论她怎么搓都洗不掉，她几乎要崩溃了。这生命的倒计时只有她能看见。原以为只要和眼前的财阀在一起，她的生命倒计时马上停止，但意外的是，财阀的未婚妻准备了一份大礼，他把财阀的前女友请了过来。果然，财阀被他深深吸引，
未婚妻明为请他帮忙活动，实则为了坐享渔翁之利，借他之手逼退米卡。可米卡留下的目的只是想延长自己的生命倒计时，但现在他的生命倒计时，时间飞逝，只因他而变快。米卡明白，也许这就是命运，他只能默默接受。第二天为财阀开车时，他总是心不在焉，从他表情中，财阀看出他情绪不对。财阀解释，那都是过去的事，你不必生气。米卡故作镇定，表示他没事。第二天看着财阀出门，米卡知道现在留下来没有意义，但他也不能辜负财阀的好意。于是第二天，他像往常一样等财阀出来。他想在离开前给财阀留下好印象，想帮财阀整理一下衣领，但突然发现财阀脖梗的生命倒计时和他的倒计时刚好相反。原来每次他的寿命增加时，财阀的寿命就会减少，也就是说，一直以来他都在无意间抢他的寿命。午餐时，米卡一直心神不定，财阀见状一屁股坐他对面，还调侃是不是在想他。可米卡看到他脖子上的倒计时，再看自己增加的寿命，立即紧张说吃完就走，把财阀弄得一头雾水。这一幕被财阀前女友撞见，他注意到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意想不到。投资方竟然请他吃饭，而且还把米卡也约了，这明显是一场鸿门宴。接着未婚妻开始介绍，你代表道和的过去，金珠娜小姐，这位是道和的现在，米卡小姐，我是道和的未来。然后亮出了他的戒指，那些谣言是他送戒指订婚的事儿，但未婚妻没撒谎。以前财阀确实不停给他求婚送戒指，他那时很傲，说要他多送几个再说。现在他不愿意再拖了，因此他告诉两位，他们快要结婚了，不过在结婚前，他要先处理未婚夫的事儿。米卡听懂了他的意思，便识相地站起身离开。可初恋却笑了，说他今天布的这个局，倒让他觉得自己还有希望。未婚妻早有准备，反问道和应该不知道你为什么走吧。果然，这话戳中了初恋的痛点。米卡也早想和道和分手，虽然他很舍不得，但不能只顾自己利益，看着道和的生命消逝。果然，等财阀醒来时，米卡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桌上的唐老鸭后来起到了重要作用。男人一把把女人拉进屋里，急不可待地关上门，随后迅速解开了自己的纽扣。女孩不明白他想干嘛，只见他露出了胸膛。你这是在干嘛？你还要我继续拖吗？女孩已经猜到他会问什么，于是他只能如实告知脖子上只有他能看到的生命倒计时。因为他突然有事匆匆离开，却忘记带走他最爱的玩具鸭子。晚上，财阀看着鸭子想起他，于是他忽然想到米卡总对着鸭子说心事。随后他尝试在鸭子身上寻找米卡突然离开的原因，果然在鸭子的嘴里发现了许多便签。接着他一张张翻阅，上面记录了他们的点滴，从认识、相知到相爱，再到未婚妻的威逼，但从未动摇放弃你。却后来我竟然看见了你的时钟。最后一张写着，我们注定没有结果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财阀找他问自己还能活多久，米卡说还有60年333天。财阀一听立马察觉到了问题，即便我还有60年寿命，那你为什么还要逃呢？你是不是在瞒着我什么？越极力反驳越说明有问题。米卡这么反常，肯定有隐情。不行，事情一定要搞清楚。秘书刚想提醒他未婚妻已在婚纱店等他，却看到那位财阀正认真扣一扣，这让他突然想起刚才米卡的阴沉表情。当时他还在纳闷米卡是不是大姨妈1个月来一次，他已经看完了所有的视频。这时未婚妻早在婚纱店等他了，于是他马上打电话给财阀，可是对方一直没接电话。殊不知这时的财阀找到了米卡无话不谈的吴阿姨，从吴阿姨那得知米卡离开他是因为发现自己在抢他的命，于是财阀就在米卡家门口堵着他，让他出来。米卡无奈只好出来应对这个牛皮糖。财阀说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，逃开就能解决问题吗？我该怎么办？你是要让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时间花在你身上吗？你说爱我是真的吗？你得对这句话负责。米卡直接骂他脑子不开窍，我不愿意看着我爱的人陪我一起死。
没想到这笨蛋直接抱住他，说就算死也不会分开，甚至用吻表达了他坚决不离开的心意。与此同时，未婚妻没等到财阀，一个人先穿上了婚纱。尽管店员不停地夸她漂亮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未婚夫被人拐跑了。回想未婚夫不停地求婚，她却总让他再等等。早知他会这么快变心，他还不如早点同意。于是他带着限量版鞋子找米卡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会给你最好的，离开吧，留学或移民随你，所有的费用我来支付。财阀听说两人见面，马上赶来，先是温柔地问米卡还好吗，听得未婚妻火冒三丈，然后把未婚妻拉进办公室，质问他想对米卡做什么，到底谁才是你的未婚妻？你心里还有我吗？没有米卡我会崩溃。这话一出，未婚妻彻底崩溃。米卡正准备离开，碰巧和未婚妻擦肩而过，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正好看到他腿上的生命倒计时，从54年瞬间变成了3分钟。米卡知道他快要走火入魔了。女孩突然意识到，擦肩而过的人情绪异常，于是多看了他几眼，果然在他腿上看到生命倒计时，倒计时在54年和3分钟间闪烁。他知道女人马上会出事，他紧张地跟了上去。这一幕被秘书看到，米卡赶到时，别冲动。女人已经站在100米高台上，米卡紧张地劝她下来，但女人看似心意已决，她只剩1分30秒了。未婚夫接到秘书通知后马上赶到，听见未婚夫的声音，他才缓缓地回头，但未婚夫的表情看上去没有反省，他已经彻底心灰意冷。他抬起一条腿，米卡这时发现他只剩下11秒的生命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财阀把未婚妻拉了回来，米卡这才松了口气。当未婚妻彻底获释时，她的寿命倒计时恢复到54年。看着财阀左右为难的模样，米卡觉得自己不该卷入其中，她应该默默离开，才是对两人最好的祝福。回到家后，未婚妻看着自己的婚纱，念起财阀刚刚对她说过的话，她只爱米卡一个人，希望她能明白。虽然一切已成定局，她还是无法控制地哭了起来。毕竟他们已订婚6年，财阀却毫不在意，依旧紧跟米卡。尽管米卡不想让他靠近，但他明白米卡的用意，只是为了不拖累他。当米卡让他唱首歌时，从不唱歌的财阀还是清了清嗓子，然后唱起了《2只小蜜蜂》。这首可爱的小蜜蜂却被他唱得那么悲伤。米卡不明白为什么相爱的人要这么痛苦，但现在米卡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必须在剩下的38天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米卡不断与时间赛跑练习，而未婚妻则在家里不停忙碌。这天，他又开始精心打扮，随后找到道和，交还他赠予的全部戒指，说他已经想明白了，与其纠缠不清，不如放你自由。感谢你的成全，离开你或许我会更幸福。不久，米卡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，在台上尽情展现自我。这一刻，他终于实现了音乐梦。这辈子他知足了，他没有遗憾了。可富豪不高兴了，扬言要带他回家。把米卡带回家后，就把他拉进密室，迅速脱掉衬衫，换上连帽卫衣，再用丝巾裹住米卡的手腕，扬言这样就能忽略时间。从现在开始，什么都别想，什么都别看，调整心态，珍惜当下，或许奇迹会发生。然后两人开始烛光晚餐，此刻他们仿佛都忘记了时间在流逝。吃饱喝足后，两人共枕而眠，诉说彼此的思念。米卡心里明白这对道合其实很不好，可他这一刻还想再贪心一次，因为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机会和他这么近的接触。度过了甜蜜的一夜后，米卡睡到天明，随后忍不住偷看了下手臂上的倒计时，这一看让他大吃一惊。女孩怎么也没想到，只是和男友的缠绵一夜，手腕上的数字居然跳得这么快。当男友进来后，猜到他偷看了，于是立即将女友手腕的丝巾绑好，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邀请女友一同去超市。表面装无所谓，其实他心里慌得不行。就在这时，推车挡在他们中间，就在那一瞬间，米卡不见了。男友很着急，他在超市里不停地找，可是根本没看到米卡。
其实米卡约了闺蜜见面，她让闺蜜帮她简单的收拾行李。闺蜜问她能不能别走，你不想最后陪陪家人吗？米卡说那样的话道和会来找她，而她已经在乡下找好了一间房子，我想到那里度过余生。闺蜜听了眼泪止不住流。就在闺蜜帮米卡收拾行李时，米卡的弟弟问闺蜜，姐姐到底去哪旅游了？心这么狠，不带我一起吗？闺蜜忍不住了，脱口出你姐快死了。结果米卡的妈妈正好听见了，事情已经败露。闺蜜如实告诉妈妈，米卡能看见寿命这事，看到米卡留下的存折，母亲当场泣不成声。现在的米卡已经适应了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她看着手臂上的倒计时，只剩下17天了。尽管她舍不得生命即将结束，但事与愿违，母亲找到了她。看到母亲的悲伤，她特别心疼。米卡只能安慰妈妈，妈妈不在的日子，希望她和弟弟健健康康。但母亲紧紧搂着她，说绝不会让她出事。然后她去找财阀求助米卡，财阀说你来的正好，我找米卡找的正急。米卡买菜回来过马路时，突然有人撞了她，东西散了一地。她俯身去捡，忽然发现手臂上的倒计时迅速增加，本来只剩不到1天寿命，现在几秒就变成了几天。她知道唯有道和能延长时间，于是她在人群中疯狂找寻，然后她试图打电话问道和在哪，而道和此时正在她的50米之内，但她不知道道和的时间正飞速流向米卡，可是她还是不停地朝米卡走去。别再靠近我了，我死都不怕。米卡使劲摇头。此时正好是红灯，米卡刚想走，却被来往车辆堵在中间，而时间包快速流向他，眼看时间包就要清零，米卡看到自己变回60岁，简直快要崩溃。财阀抓住他，两人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一辆飞驰的卡车撞飞。米卡看着倒在他面前的财阀，没想到最终还是把财阀卷入了危险，这可以算是个大结局，对此刻生命倒计时的解释。但后面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，想看的宝宝们在评论区回复一下，我看要不要再更新一集。大马路上，男人猛地抓住女孩的手，可女孩知道自己是他的克星，果然下一秒他们就被飞驰的车撞飞了，两人双双倒地不起。就在他们倒地的瞬间，竟飞出一片花瓣，这是他们第一次的相遇。就在飘荡的花瓣开始漂浮起来时，他正专注地看着，却被急促的喇叭声打断，然后不小心撞上了女孩。从那时起，两人逐渐相爱，但命运捉弄了他，他无意中吸取了他的生命，可他还是执意守在他身边，直到最后他们一起被车撞了。其实他们的缘分从小时候就开始了。小时候他看到一片花瓣在空中飘，于是他追赶那片花瓣。这时一辆车朝他驶来，奶奶见状立刻冲上前，挡在女孩前面，奶奶当场去世。车里的男孩就是财阀道和，女孩幸运逃过一劫，但因为奶奶的离去，她哭得很伤心。道和慢慢走近她，看着泪流满面的女孩，他牵起她的手，对不起，我要找奶奶。或许他们的缘分从那一刻起就注定了。多年后的一天，她和闺蜜逛街时，忽然被人撞了一下，那人正是道和。正巧他手上的生命倒计时开始闪烁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米卡慢慢醒来。此时他正躺在医院病床上，他缓缓坐起身，脑袋里飞快回想着昏迷前的事情。接着他举起胳膊，看了一眼自己的生命倒计时，却发现倒计时已经消失。这时门突然被推开，没想到财阀竟然没死。这一刻他真希望去见阎王，感谢他没收刘河道。正如归隐士所说，有爱就有奇迹。为了顺利得到米卡，财阀开始努力讨好丈母娘，还特意做了功课，说漂亮的花配得上漂亮的丈母娘，却不知有句老话，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。显然米卡妈这一关很容易过。米卡顺利回到了财阀家，紧张地对米卡说先让她去洗洗。米卡觉得这一刻特别幸福，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真好。经过昨晚的折腾，米卡还在睡，而财阀精神很好，紧紧地盯着熟睡的米卡。看到米卡醒来后，财阀才开始调整呼吸，接着他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耳环。米卡一脸兴奋地说是他最喜欢的花瓣。财阀告诉他
这是永不凋谢的花，象征着他们永恒的爱情。